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恭喜大家等很久的 AirPods Pro 3终于在台湾上市啦。那我手上这一副呢，是桑尼老师大概在1个多月前从日本帮我带回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一直都用 Pro 2跟 Pro 3轮流使用，所以也算是有蛮完整的使用体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实讲，第一次拿到 AirPods Pro 3的时候，我心里头第一个反应是，这跟 AirPods Pro 2有什么不一样吗？它的外观几乎一样，晶片还是同一颗 H2， 就连价格也还是7490。唯一可以马上发现的不同就是找不到充电线了。这种变相的涨价，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所以我当初的心情呢，其实有一点复杂，因为 AirPods Pro 2代本来就已经很好了，那 AirPods Pro 3到底要强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人家觉得有必要升级呢？在我实际戴了1个月之后，我觉得它有几个地方的差异呢，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它的进步。我们先从充电盒开始。充电盒的外观还是我们熟悉的亮面白色塑胶，所以它还是一样很容易刮伤啊。看看我用了3年多的 AirPods Pro 2代就知道了。那有很多人会选择戴保护套，但我自己是不戴套子的，因为只要戴了套子就不能吸了。那对我来说呢，方便性比外观更重要。那个超好用的 MagSafe 磁吸充电是绝对不能浪费的。这一代充电盒尺寸有稍微变大一点点，长跟宽都增加了，厚度也多了一点点。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变大了，但是它也变轻了。我猜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电池变小了。AirPods Pro 2的充电盒是放了2颗，总共523毫安时的电池。那 Pro 3这一次换成单一颗345毫安时的电池，所以整体搭配耳机之后的总续航呢，就从原本的30个小时缩短成了24个小时，有得必有失嘛。另外，充电盒上面的配对按钮也消失了，外面的指示灯也不见了，它改成跟 AirPods 4代一样的隐藏式电容按钮，所以配对的流程会变成先打开充电盒，轻点2下，隐藏的灯号才会开始闪烁，然后才会进入配对模式。那如果你需要重置它的话，就会比以前麻烦一点，要先打开充电盒，点2下，在闪白灯的时候再点2下，那等灯号在快闪的时候呢，再点2下。也就是说呢，总共要点6下才会回到出厂设定。虽然重置耳机的方式比之前长按15秒麻烦了一点，但反正可能很久才会重置一次，所以问题不大。而且拿掉实体按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防水等级。这一次不管是耳机本体还是充电盒呢，都支援 IP57 的防尘防水。它现在可以浸到水下1公尺，持续30分钟也不会受损。它这跟前一代只有 IP54 的防泼水等级是完全不一样的哦。也就是说，现在呢，就算你不小心掉到马桶里面，你也可以捡起来，再冲个水擦干净就好，不会太恶心。那有个小更新，这一次的充电盒内建了第2代的超宽屏晶片，所以如果你常常不晓得把自己的耳机塞到哪里去，那这个就很有帮助了。当你用寻找 App 来找耳机的时候，发现它的感应距离会比上一代还要更远，定位也会更精准，这个是大加分。接着我们来看耳机的本体，这一次的变化呢，其实不是外观看起来这么简单啊，它是真的重新设计了人体工学的几何结构。如果你把 Pro 2跟 Pro 3并排放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 Pro 3的圆球腔体是更往内缩的，那前面的耳机导管呢，更是突出了一点。这2个改动加起来，目的很明显啊，就是让你的耳塞可以更直接、更深入的插进你的耳道。再来是耳塞的部分，为了配合这种更深入的设计，这次苹果也推出了一组新的泡棉耳塞，而且比上一代多给了一个更小的 XXS 的尺寸，所以现在你总共有5种大小可以自由选择。那新的耳塞呢，外层是跟上一代一样的细胶，但内层改成了泡棉，所以它塞进耳道之后呢，会有一点点的膨胀，去填满整个耳道，密封感会比之前的纯细胶好，但又不会像第3方泡棉耳塞那样的闷闷胀胀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 AirPods Pro 3戴起来的感觉跟 AirPods Pro 2代是不一样的。我戴 AirPods Pro 2代的时候，比较像是把耳塞卡在耳道口，然后耳机的球体会去贴在外耳上帮忙固定，所以耳朵是会有碰到耳机的感觉。那 AirPods Pro 3呢，因为它的耳塞更突出了，腔体的角度也更退缩了一点点，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呢，它是用耳塞本体的密封度来固定耳机，那耳机的本体其实不太会去靠到我的耳朵。我个人是觉得 AirPods Pro 3的佩戴感比 Pro 2代更稳定也更舒服，但是佩戴感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看人啊。我自己是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有在用这种入耳式的海绵耳塞，所以对耳道里面有东西接受度是比较高的。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是不习惯把耳塞塞得这么深啊，因为它的异物感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所以这边我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亲自去试戴一下，只要戴个3分钟，大概就可以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接受了。那接下来呢，我想讲这一次最有感的部分就是降噪。AirPods Pro 3的降噪呢，不是那种好一点点而已哦，它是真的强了一大截啊。我们都知道降噪效果是被动隔音加上主动降噪组合起来的。那这一次的圆球腔体的角度的改变呢，可以让耳塞更深入耳道，再加上新的细胶泡棉耳塞，让密封性变得更好。所以被动隔音这一边，它本来就会比 Pro 2代挡掉更多的高频噪音，像是咖啡厅的人声啊、办公室的键盘声啊、滑鼠的点击声，这些声音都会变得比较糊、比较远。
可以让人明显感受到环境变得更安静的。但真正差最多的呢是主动降噪。我自己在搭捷运或是轻轨通勤的时候感受最明显。以前 AirPods Pro 2的降噪呢，感觉是把声音调小声了一点，那个噪音只是变小了，但还是会在。可是 Pro 3不一样哦，它有点像是把那个轰隆隆的低频声直接 mute 掉一样，不只是单纯的变小声而已，而是把这种声音感觉直接抽掉啊！我第一次带着进捷运车厢，比对2副耳机抗噪的效果的时候，真的有愣了一下。所以苹果说这一代的降噪效果比 Pro 2代强2倍，我觉得真的不是行销话术，是真的可以马上听出差别的。这个大概是我目前听过入耳式真无线耳机里面降噪最强的，看起来最有一拼的大概是还没有推出的下一代 Sony WF-1000XM6 了，王者对决我非常期待啊！那你可能会好奇，明明都是同一个 H2 晶片，为什么 AirPods Pro 3的主动降噪会比上一代强这么多呢？其实关键不是晶片本身，而是它让 H2 晶片可以发挥的条件不一样了。那主要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前面讲的泡棉耳塞，因为密封性变好了，漏进来的声音就会变少，也就是原始的底噪就变少了。那这样可以让 H2 晶片在做反向波抵消的时候呢，需要处理的东西就变少，处理降噪就变得更有效率了。那第2个就是腔体的重新设计。这一次的圆球腔体里面呢，是一个全新的多孔声学架构，再加上它用来收音的麦克风也有升级，所以它还是可以准确听到环境里面真正存在的噪音。简单来说，就是泡棉耳塞让降噪前端的噪音变少，那新设计的腔体再加上麦克风，让晶片取得的噪音资料变得更精准。那这2个配合起来呢，就有点像是把 H2 晶片解锁了。它不是变强啊，它本来就很强，只是 Pro 2没有让它发挥到极限而已。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值得注意的就是续航。照理来说，降噪变强，演算法要处理的东西更多才对，理论上应该是更耗电才对啊。但这一代反而是续航变长了。在开启降噪的情况下 ，AirPods Pro 2代充一次电可以听6个小时，那 Pro 3呢，竟然可以听8个小时，而且只要把耳机放回充电盒5分钟，再拿出来就可以再听1个小时。所以如果你是需要在咖啡厅工作，或是通勤的时间比较长，或是你常常需要搭飞机飞来飞去的那一种人，反正是会依赖降噪功能的人，这个差异你绝对会立刻感受到。那至于通透模式呢，就更不用说了，一样是最顶级的存在。那自然到开了之后，你会完全忘记自己其实戴着耳机啦，真的很厉害。以通透模式来说 ，AirPods Pro 3就是第1名，没有其他耳机可以相提并论。好，接下来我们讲音质。你应该听过有些人会说 AirPods Pro 2代的声音就像是白开水。这个白开水的意思呢，就是它的声音比较中性、比较平衡、比较自然，没有特别的调音。但中性、自然、平衡不一定代表好听啊。对一般使用者来说 ，Pro 2的声音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平淡。那 AirPods Pro 3呢，我自己这1个月听下来，我觉得是它没有那么白开水了。它低频的部分下潜的更深，整体也更有弹性，而且控制力是好的，不会糊成一团，也不会往外散出去盖到人声。那整体听起来比较立体，也比较有层次感。那中高频的亮度跟 Pro 2代比起来，我觉得是有再打开一点点的，它的人声会站得更前面一点，细节会比较清楚，尤其是女歌手很容易听出差别。但我自己的感受是高频有点给的稍微多了一点，它是不会让我觉得刺耳，但是长时间听久了呢，耳朵会比较累。比起中高频，我自己更喜欢的是这一次的低音表现。那我想苹果应该是放弃之前那一种白开水的调音方向了。老实说，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决定，因为追求中性低音染的人确实是相对的少数啊。大部分人还是拿来听 K-pop、听电音这种流行音乐嘛，或者拿来看电影打电动。所以现在 AirPods Pro 3这个稍微刺激一点点的调音，我觉得对一般使用者来说会更讨喜，听起来爽度也会更高。那比较可惜的是，苹果到现在还是不愿意给我们 EQ 啊，但我没有办法去微调那有一点点多的高频。说真的，如果苹果愿意开放 EQ 的话，可以让使用者自己去决定高频的亮度或是低频的强度，那它的表现肯定会更完美。当然，万年的 AAC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它不支援 aptX， 也不支援 LDAC， 就连自家的 Apple Music 的无损音讯都没有办法听。但是这个就算了吧，苹果嘛。好，最后 AirPods Pro 3还有2个感受不太明显的升级。第一个是麦克风 ，AirPods Pro 3呢，这一次的麦克风用的是全新的超低噪音麦克风，它的底噪更低，动态范围更大，所以实际用起来的感觉就是人声会比较靠前，环境音还会在，但比较不会影响到讲话的内容。我这段时间在外面用它来讲电话，像是在咖啡厅马路边这种比较吵的环境，对方都会说我听起来比较清楚，那背景的杂音也比较不会干扰到讲话的声音。这个麦克风的升级不只是通话有差而已，它也影响到了主动降噪跟 Siri 的语音辨识。那前面有说过了，耳机要做降噪，就是要先听得到外面的噪音嘛。那麦克风越准，降噪当然就越准。还有你在叫 Siri 的时候也是一样，现在比较吵的地方呢，它也比较不会听错了。
当然啦，一般人在日常讲电话的时候，可能不会立刻感觉到差超多。但如果你常需要开线上会议啦，需要录音啦，或是你需要拍 vlog 的话，这一次的麦克风升级是真的有感的。而且升级到 iOS 26.1 之后 ，AirPods Pro 3也支援了即时翻译。像这种需要即时听得懂你讲什么，再转成另一种语言的功能，这次麦克风的升级会让整体的速度跟精准度表现得更好。那第二个感受不太明显的更新就是心率监测。AirPods Pro 3这次在耳机里面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心率感测器，它会在你的耳道里面呢用光线去侦测血液流动的节奏，所以只要你戴着耳机，它就会持续侦测你的心率，平均每一个几秒钟就会更新一次数值。不管你在运动啦，还是通勤啦，甚至在静止睡觉的时候，它都会侦测。而且就算是你只戴一只耳机，它也是会侦测哦。还有它不像是手表那样需要贴在皮肤上面固定位置才会准，耳道里面的皮肤比较薄，血管也比较密集，光线的干扰也比较少，所以在侦测心率这件事情上，耳机本来就是会比手表更有优势。而且如果你同时佩戴 Apple Watch 的话呢，耳机跟手表两边会一起收集资料，然后由系统去比对，最后会用可信度比较高的那组数据记录在健康里面，资料会更准确。之前我们在做 Powerbeats Pro 2代的耳机评测的时候呢，就会有人问为什么需要用耳机来测心率呢？对我来说，这个其实是在补 Apple Watch 的空缺。像我在重训的时候，有些动作是需要抓壶铃的嘛，那戴表就很容易去不小心撞到，所以我就不能戴手表啦。但我还是希望可以记录心率嘛，这个时候耳机侦测就非常有用了。所以对有运动习惯的人，或是你想要记录更完整的健康数据的人，这个功能真的是会用到。那如果你平常没有在运动，或是不太在意心率的话，那它就会是一个有，但不一定会立刻有感的功能。不过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功能不是噱头，它就是在补足没有办法戴 Apple Watch 的那一个空缺。那话说回来 ，AirPods 会这么成功，其实不是因为它的音质有多好，降噪有多强，而是因为它真的太懂 Apple 的使用者了。你只要用过就会知道那一种无缝切换的顺畅感，是第三方耳机没有办法做到的，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嘛。比如说最简单的配对，我只要跟 iPhone 配对好，那其他的所有的 Apple 装置，不管是 Mac、iPad， 甚至是 Vision Pro， 都会自己自动配对好，不用自己傻傻的一台一台去配对，重复一样的操作。那还有就像是多装置切换，像我在 Mac 上面剪片，电话来了，我用 iPhone 接，那 AirPods 就会自动切到 iPhone 上。那我讲完电话要在 iPad 上面看影片，一点播放，它又会自动切到 iPad 上。那整个过程呢，我一个按钮都不用按，3个装置就会自动切换。Only Apple can do。再来像是空间音讯啦、动态头部追踪啦、寻找 App 的精准定位啦，还有现在的心率侦测、即时翻译、Siri 语音操作，这些功能全部都是跟 iPhone、Mac、Apple Watch 深度绑定的。换句话说 ，AirPods 就是这个生态圈里面的原生角色。其他耳机就算音质再怎么好，抗噪再怎么强，又怎么样？在生态圈里面，他们永远都只是个第三方耳机而已。那讲了那么多 ，AirPods 3到底值不值得买呢？如果你手上用的是 AirPods Pro 2代的话，我会说可以先不用急着换。Pro 3的音质是有变好，降噪也真的是强了一大截，但还不到那种非升级不可的差距。除非你的耳机电池已经不太行了，或是你本来就对降噪非常的依赖，不然我觉得 Pro 2代还是很好用的。但如果你现在用的是 AirPods Pro 1代或是 AirPods 3，想要试试入耳式耳机的话，那这一代就是非常有感的升级。不管是降噪、音质、续航或是附加的功能，差异都会非常明显。那如果你现在用的是第三方耳机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完全以音质当成第一考量的人，那只要你用过 AirPods Pro 3，应该就会很快习惯这一种，你什么都不用管，它全部都会自己做好的使用体验，然后你就回不去了。所以简单来说呢 ，AirPods Pro 3不是那一种会让你一戴上去就哇靠超强的那种产品，它是那种你用越久你越离不开的耳机，因为它不只是耳机它是整个 Apple 生态圈的一部分。好啦，那以上就是这一次 AirPods Pro 3一个月的完整使用心得，希望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不要升级的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知道的细节，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是威力，我们下次见啦，拜拜。